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杨汉森迈出了进军 NBA 选秀的重要一步，他与知名经纪人里奇·保罗的经纪公司签约，并计划在4月份为2025年的 NBA 选秀进行报名。里奇·保罗的经纪公司旗下已囊括了众多 NBA 重量级球员，如詹姆斯、浓眉、福克斯、马克西、加兰、杰拉米·格兰特、拉文、波普、克拉克森、塞克斯顿和范弗利特等。这些球员中既有联盟的顶级巨星，也有手握高额合同的一线球星。由于该公司旗下拥有如此多闪耀的球员，他甚至被戏称为湖人预备役。该经纪公司从不轻易签约无名小卒，其旗下球员阵容星光熠熠，包括勒布朗·詹姆斯、布朗尼、詹姆斯之子、安东尼·戴维斯、德雷蒙德·格林、布兰登·英格拉姆、达里厄斯·加兰、德隆·福克斯、泰雷斯·马克西、特雷·杨、扎克拉文、弗雷德·范弗利特、尤素夫·努尔基奇、杰拉米·格兰特、本·西蒙斯、考德威尔·波普、朗索·鲍尔和德章泰·穆雷等。这些球员涵盖了 NBA 的超级巨星、全明星球员、球队核心以及潜力新星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。未来杨汉森将有机会与这些球员成为同事和队友。据国内篮球媒体报道，杨汉森之前曾与国内的奥士达体育经纪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，而此次转投里奇·保罗的经纪公司正是在奥士达的积极推动下实现的，目的是全力支持杨汉森参加即将到来的 NBA 选秀大会。据可靠消息，里奇·保罗经纪公司已正式向杨汉森许下承诺，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网络，全方位助力他追逐 NBA 的梦想。杨汉森已定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 NBA 选秀的报名程序。里奇·保罗经纪公司在塑造明星球员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。去年，他们成功帮助詹姆斯之子布朗尼在选秀大会上以第55顺位被湖人队选中，并赢得了一份价值4年790万美元与乐透秀相当的合约。如今，杨汉森被寄予厚望，被视为中国篮球的新星。回顾过去，小崔因伤病而暂时搁置了 NBA 的梦想，但他的坚韧不拔却成为了国内众多年轻球员的榜样。今年更加年轻且实力出众的杨汉森站上了舞台中央，备受期待。杨汉森的个人天赋与里奇·保罗经纪公司的专业宣传和资源调配相结合，无疑为他今夏在选秀中的成功增添了重要筹码。然而，最终的成功仍需依靠他自身的实力来验证。杨汉森在跑跳能力和速度上并不出众，同时缺乏稳定的中远距离投篮，这些常被视为他进军 NBA 的短板。普遍观点认为，只要他在投篮技术上有所突破，进入 NBA 便指日可待。然而，我持不同看法，认为在 NBA 立足所需的能力是有其优先级的。首要的是，你必须拥有合格的心肺功能和奔跑耐力，这是融入现代篮球快节奏的基础。在高速的攻防转换中，若速度不足或耐力欠佳，别说在 NBA 站稳脚跟，恐怕连门槛都迈不进。NBA 中不乏技术粗糙但仍有立足之地的球员，他们或许投篮不准，传球也不精湛，但凭借出色的跑跳能力，依然能够获得底薪甚至双向合同。比如湖人队的某些中锋，尽管在选秀中并非高顺位，但凭借能跑能跳的特点，在湖人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年薪也能达到200多万美元。反之，即便 NBA 中许多中锋在传球和盖帽方面不如杨汉森，但若缺乏跑跳能力，天赋便无从展现。而那些蓝领球员之所以能够在25到30分钟的比赛中持续奔跑、跳跃和对抗，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心肺功能。如果他们在具备一定的盖帽能力，就有可能像莱弗利那样被球队视为未来的核心中锋。提到跑跳能力，不禁让人为易建联感到惋惜。如果他晚出生10年，凭借其出色的跑跳能力和远投技术，完全有可能以高顺位进入 NBA， 并受到更多青睐。他简直就是当代优秀中锋的典范。在具备了基本的跑跳能力和心肺功能之后，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杨汉森如何在 NBA 环境中展现其传球天赋。为此，他必须具备足够的对抗能力，既能在对抗中保持稳定，也能给予对手有效的身体对抗。在 NBA， 大多数中锋由于1对1的进攻能力的欠缺，很难迫使对手采取协防或夹击策略，缺乏这样的防守压力，传球技能也就无从发挥。在 CBA， 杨汉森已有机会展现其传球和策应能力，但在面对体重相当的中锋时，他在1对1对抗中仍显不足，核心力量有待加强，这是他需要重点提升的关键领域，其紧迫性甚至超越了远投训练。
回想起2000年 NBA 全明星周末，我曾有幸与大卫·斯特恩交谈，询问他对王治郅加盟小牛队的看法。大致在1999年被选中，当时仍在81队效力。斯特恩在称赞了大致后，话锋一转，提到了他对姚明加盟 NBA 的期待。显然 NBA 早已对姚明有所关注。姚明之所以受到青睐，不仅因为他那独一无二的身高，更因为他在这种身高基础上展现出的多样化得分手段。他曾在 CBA 总决赛中单场砍下44分。那时的姚明同样身材偏瘦，但火箭队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作为状元秀。如果杨汉森能够持续高速奔跑超过25分钟，并在篮下承受得住激烈的对抗，那么他就已经具备了进入 NBA 的基本条件。一旦踏入 NBA 赛场，凭借其出色的传球和盖帽天赋，他将能迅速站稳脚跟，甚至会比大多数内线球员更快获得认可，进而考虑后续的发展。接下来才是大家现在所讨论的中远距离投篮能力。作为一名中锋，不可能总面对比自己矮轻的内线对手，高大强壮的中锋比比皆是，也不可能总在内线对抗中占据优势，因此掌握投篮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以湖人队的伍德为例，由于他在对抗方面相对较弱，所以他专注于练习远投。有了远投能力，即使面对防守压力，他也能通过投篮得分，为队友创造进攻空间。因此，即使伍德无法成为某支球队的主力中锋，他依然能够获得一份合同，确保自己的职业生涯。然而，在 NBA 中，只有极少数球员能够拿到高薪合同，年薪高达4-5千万，甚至未来可能达到6千万。如戴维斯这样的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拥有出色的跑跳能力和反应速度，同时协调性和投篮技术也相当不错。虽然他的投篮并非顶尖，但在对抗没有优势时，他能够运用投篮技术来解决问题。因此，杨汉森想要进军 NBA 所需的基本能力确实存在优先级。首先是跑跳能力和心肺功能，其次是增强对抗能力，接着是提升篮下1对1的进攻技巧，最终扩展到传球和中远距离投篮。关于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必须在 NBA 的发展联盟或在专业训练师的指导下才能完成，还是在 CBA 的环境中通过2-3年时间也能达成，这是一个颇具技术性的问题，不能仅凭主观臆断。在我看来，丰富的实战经验对杨汉森至关重要，这种经验既可以在 CBA 积累，也可以在 NBA 的发展联盟中获得，但关键在于杨汉森在比赛中扮演的角色，他是作为战术体系的核心枢纽，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替补蓝领呢？这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。这就像是演戏一样，有些人演了一辈子配角，最终可能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演员，但终究还是配角；而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担当主角，很快就能进入角色。在青岛队，杨汉森无疑是核心球员，是战术体系中的关键一环，但在发展联盟中，他是否能保持这样的地位，则是个未知数。过往的经验表明，即使在发展联盟中付出足够的努力，也不一定能够打出名堂。因此，我认为杨汉森何时进军 NBA， 取决于他基础条件的提升及跑跳能力、心肺功能和对抗能力的提升。只要这些基础条件得到保障，凭借他的天赋在 NBA 立足绝对没有问题。尽管 NBA 球队对杨汉森抱有浓厚兴趣，但球探们在实地观战后普遍表达了失望之情。这些评价并非毫无根据，仅凭几次精妙的传球和展现出的灵活脚步，并不足以让他轻松获得中国约基奇的美誉。约基奇虽然在场上常显轻松自如，甚至略带慵懒，但他实则拥有令人赞叹的特质，在需要迅速攻防转换时，他并不缺乏速度。湖人队的内线强将们在面对联盟中大多数对手时，或许都能应付自如，但一旦遭遇约基奇这样的顶级中锋，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，信心受挫。关键时刻，约基奇总能展现出其致命的统治力，这正是超级巨星的底蕴所在。当然，将杨汉森与约基奇这样的传奇球星相提并论，确实对他有些苛求，毕竟他们之间的起点和能力差距显而易见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不应只关注球员身上那些看似慵懒的一面。无论杨汉森的篮球生涯最终通向何方，是 NBA 其他联赛，还是继续留在青岛队征战 CBA， 他都必须正视并克服懒这个问题。只有态度端正，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他的投篮技巧和防守挡拆能力的提升。很多时候，关键在于球员是否愿意去做那些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比如挡拆后的顺下，这真的很难做到吗？我们并不要求他达到顶级球员的速度，但至少他应该展现出这样的动作意图和技
积极性。如果他的目标是 NBA 这样的高水平舞台，那么现有的奔跑能力和掩护质量显然是不够的。作为5号位球员，他必须在这方面有所突破。在当今篮球联盟中，传统型蹲坑中锋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这样一位新秀球员，他不仅被球迷票选为全明星北区首发，还荣获了媒体评选的年度最佳阵容一阵、年度最佳新锐球星奖，更是由各队主教练一致投票选为年度最佳防守球员。这样的成就无疑令人瞩目。就连姚明也表示，作为篮协主席，我并不希望杨汉森过早的前往 NBA 发展，因为他的离开会让 CBA 失去一位极具潜力的球星。这番话不仅体现了姚明对杨汉森的器重，也流露出对这位年轻球员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担忧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